俄乌双方正在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几乎没有防护能力的运输车辆上，这会对战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许俄乌两军的真正较量点就在这里。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自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展开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以来，刚开始每天都要打击上千个军事目标。最近他们的打击数量急剧下降，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情况。火力打击目标数量变少，可能有这么两个情况：一是乌克兰军队的重要目标所剩无几；二是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仍然面临着困难。相比之下，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俄乌冲突最关键的战场是伊久姆方向，这个突出部曾在二战时期发生过非常惨烈的战斗，也是俄军想要围困乌东地区乌克兰军队的必经之路。而俄军在之前的几天时间里只前进了10多公里，可见双方的交火还是相当激烈的。按照乌克兰媒体的说法，在这个方向还发生了乌军炮击俄军指挥所，导致40多名俄军的指挥人员死伤的情况，甚至宣称俄军总参谋长被炸伤了。在阿夫杰耶夫卡方向，俄军进攻的战斗持续了2个多月，但是进展有限，只有东面的克列缅纳亚方向推进的速度比较正常，但是也面临着与乌军进行战壕争夺战的情况。俄军现在的打法是先对乌军的阵地进行炮火覆盖，然后出动坦克和步兵攻击乌军的战壕。由于乌军在这一地区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战斗意志也没有崩溃，因此俄军每推进一段距离都会付出一定代价。但是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不是坦克，也不是俄罗斯军队的人数不足，而是俄军如何将物资及时的运送到前线作战部队手里。很多专家认为，俄罗斯军队在乌东地区会发挥其火力强大的优势，先用火箭炮对乌军阵地实施覆盖，然后再用轰炸机进行空对地打击，最后坦克集群才开始冲击乌军阵地。但现实的作战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俄罗斯陆军拥有10个物资技术支援旅，每个旅拥有大约400辆卡车。美国陆军中校威尔西尼指出，这只够让俄军向前推进144.8公里左右。因为以目前俄军的规模来看，前线多管火箭炮进行一次实射便需要半个支援旅的卡车为其进行补给，而其他的野战炮兵、防空炮兵、装甲和步兵等单位也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才能够维持推进。而整个顿巴斯是一个200公里宽的战场，俄军炮兵经常是24小时猛烈轰炸，然后休息3天。美国福布斯网站甚至给乌克兰军队提了一个建议，说重点袭击俄罗斯看似最无聊的目标，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妨碍俄军推进战线的能力。这个点子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原因就是俄罗斯军队平时对卡车的准备数量不够，难以维持各种道路的品质，使用一般卡车进行长途大量运输成本很高，导致其国内的物流极大程度的依赖铁路运输。而在乌克兰作战时，铁路可以把军用物资送到前线的补给点，但是从补给点到部队作战的第一线往往还有几十公里的路途，而这些区域又往往是乌军的活动场所。可以这么讲，卡车比其他的载具更能够决定俄军在乌东地区推进战线的能力。乌克兰军队过去就经常袭击俄军的卡车，以后会一边在阵地上与俄军打消耗战，同时找机会不断袭击俄军的卡车。看来俄军真要在卡车运输上下功夫了，否则前线攻击的火力就难以持续，想在乌东地区达成作战目标就遥遥无期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